苦楚之战第7章，辗转据四川。第2集，浩恩之父林志信为林公子与黎公子办接子宴的目标全部达到。金融家、银行家、投资家林志信未做过失败投资，子女教育也是赢家，唯一遗憾是长子至今单身没女友。李家三公子李景俊拿美国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回国。其父同游大亨黎瑞说，眼下有位够条件的小姐配浩恩。清政府对待重庆的外国人和对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一样，都是不让外国人进城。长江北岸重庆市区渝中半岛属于城里，到达重庆的外国船被要求只能停在长江南岸码头。结果是沿南岸龙门号码头延伸，渐渐形成西方建筑群。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法国三色旗、日本太阳旗等五颜六色的外国旗在悠悠山峰中摇曳，在波光粼粼的船上飘荡。抗战开始，重庆成为陪都后，从沦陷区来的工商界人士、社会贤达、教授学子云集，轰炸较为稀疏的南岸。南岸出现一座座新房与工厂。浩恩想到自己这次从云南到重庆来，既是投奔父母，亦是被迫逃难。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职业生涯和经济来源。从巴莫逃到宝山时，得知中央飞机制造厂解散的消息，当时他心里就有了到学校教书的打算。在父母舒适的家住下，浩恩心里并不舒畅，因为职业尚未有着落。他独立要强，不愿靠父母。中央飞机制造厂从武汉撤到雷云，又在巴莫和仰光附近设装配分厂。因环境特殊，员工工资由2部分组成：缅甸卢比和国币。航空委员会让员工自愿选择2种货币的比例和发放地，便于给外地家人使用。浩恩选择大部分工资为国币，让财务部门汇入父亲林志信担任董事长的重庆汇通银行。他只留够日常生活用的缅甸卢比和少量国币。他想，万一遭遇不幸，钱可留给父母，聊以弥补未能给父母养老送终之憾。根本没想到这次逃难到重庆，父亲要取出这笔钱给他用。他父亲知道自己教出来的儿子不愿过了而立之年还用爹的钱。抗战以来，浩恩随着中央飞机制造厂从杭州到武汉，又到云南和缅甸，跨省跨国西撤，一晃与父母分别已有5年。5年中，浩恩与父母只能信件和电报联络，时常给父母寄几罐在雷云和巴莫买的美国奶粉、巧克力、黄油曲奇饼干等重庆极难得到的食品。过年时会多寄一些美国糖果、点心、奶粉，并寄1只云南宣威火腿。他深知生长于浙江的父亲爱吃金华火腿蒸米饭，母亲是江苏人，爱吃火腿粽子。在物资奇缺的重庆，林志信
钱思远夫妇每收到儿子浩恩寄来的美食，都倍感欣慰。儿子学有所成，还有这般孝心，他们颇为自己教子有方而得意。收到包裹后，浩恩的母亲钱思远做的第一件事是留少量自用，其余大部分重新包装，准备送人。他用点心铺的油纸做成小盒子，把一块巧克力、一块曲奇饼干、一点包在油纸里的奶粉、一块用油纸包好的火腿，4样食品整齐摆在自制的油纸小盒里，再把小盒子用油纸封口，上面画一朵红色玫瑰花，然后就带着这些小盒子到他和浩恩的父亲时常捐款的孤儿院送给孩子们。他花心思包装美食，为失去父母的孩子在战争苦楚中有一丝丝童年美好的记忆，也为多积美德以造福家人。上次浩恩回家探亲是在淞沪抗战前一年，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圣诞即新年假期。那时父母还在上海。就是那一次回上海时，在外滩汇中饭店撞上徐永道和演保会的订婚宴。浩恩到重庆的第2天早餐时，林志信对儿子说：浩恩，找到新工作前，你先与我们一起住在金轮屋，等工作有着落，再就近找房住。重庆交通很不方便，又时常有空袭，还是住在离上班近的地方为明智之举。我和你母亲平时极少用家里的汽车，汽油是战略物资，是中美飞行员用生命从印度飞越驼峰，辗转到昆明，又运到重庆。一滴汽油10滴血。浩恩看父亲似乎还有话说，就看着他不作声。你初来乍到陪都，工作尚未着落，难免应酬交际，花钱的地方很多。不过不必担心，你存在汇通银行的存款够用一阵子。截止上月，你在雷允和巴莫工作40个月的国币工资汇入汇通银行的总数恰好8000，加上利息和我帮你做的基金红利，总计13000。因为看开战以来国币不断贬值，一有机会我就把国币换成美元。现在你的存款大部分都变成了美元，国币只有3000，你看先取多少？林志信接着说：谢谢爸妈厚恩，儿子实在觉得亏欠父母，这些年没在跟前尽孝，还让爸劳心帮我做基金赚钱，费心换美元保值。爸妈请放宽心，我会很快找到新工作。这笔钱先不动吧，航空委员会发了遣散费，足够我用一段时间，等手头紧了再向爸要。浩恩说。浩恩的父亲金融家林志信与桐油出口大亨黎瑞因生意业务而相识，抗战内迁使2人在重庆他乡遇故知，私交渐深，彼此投缘。林志信得知黎家3公子黎景俊从美国留学归国，由香港到广西，从广西到四川，经历7灾8难，昨日到达重庆，与分别4年的父母团圆，就想在林家办接子宴，一为自己的儿子林浩恩，二为老友的儿子黎景军
押金接风洗尘，开始新生活，同时可借此让两家孩子相识，承袭父辈世交。林志信办接子宴还有一层意思，他想让李景俊为浩恩介绍女朋友，最好是门当户对的留学生小姐。他深知儿子的品味颇高，一般的富家小姐不入他的心。林志信还特意请了在国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的大舅子钱思干夫妇来赴接子宴，他想让大舅子替浩恩举荐个职位。林家这次宴席比从前在上海时不仅简朴，可称寒碜。原因是李蕊再三交代，战时艰难，不可铺张。李家父子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父子俩都是基督信徒，崇尚节俭，乐于捐书，持一有时就当知足的信念。李老先生多年来衣食简单，却固定把利润的1/10交给教会，用来宣教和帮助孤儿寡妇。另外还特别奉献，比如去年当他听说重庆有位尹任贤牧师募捐创办真光学校，马上奉献18000元。另外林志信听儿子浩恩说，他从缅甸逃到昆明，又从昆明逃到重庆，一路都看见山野路边饿得半死的母亲和孩子，死者枯槁的脸，深陷的眼，干柴的腿，老是在眼前浮现。浩恩说，李家三公子刚从沦陷的香港死里逃生到重庆，也在路上挨过饿，见过饿死的人，想必和他一样，能吃饱就满足。家宴节省下的钱，能救活很多快饿死的难民。宴席上，林志信安排浩恩在黎瑞父子之间的座位，让他方便与黎家父子攀谈。在重庆商界，行事为人让林志信称道的只有几位，黎瑞首当其冲。林志信认为，有其父则必有其子，黎瑞之子必定也是德才兼备者。儿子浩恩结交黎家公子这样的人，肯定裨益良多。黎家三公子拿了美国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回国不久就收到聘书，将去成都的大学教书。在与黎公子的交谈中，浩恩发现这位比自己小3岁的李景俊博士相当勤奋，吃饭的间隙想起某个学术问题，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记录本，飞快记下，一会儿又有灵感，就又掏出本子记下。浩恩看在眼里，心想，有朝一日此君必大有建树。家宴上收获最大的是浩恩，他从李景俊学到不少遗传学知识，得到美国最新科研方法论的启发。与黎博士的交谈打开了浩恩未来职业生涯之法，使他对承担大学教授工作有了一次心理热身准备。林志信办接子宴的目标全达到了。金融家、银行家、投资家的林志信，迄今为止尚未做过失败的投资。子女教育方面，林志信也算是赢家。唯一令他遗憾的是，30有3的长子林浩恩至今还是单身，连女朋友也没有见过。宴席上，他特意坐在黎瑞身边，悄声耳语，把自己的心事告诉这位交际甚广的同游大亨，想通过黎家父子2代人脉，帮林家物色儿媳妇。黎瑞听了林志信提出的几个条件后说，
令郎所求条件颇高，实属可遇不可求啊！看我，怎么给忘了？眼下就有一位够条件的小姐。李瑞说：“这位小姐是谁家千金？”林之信迫不及待地问。浩文的母亲钱思源也放下手里的筷子，侧耳听着。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